女人一定要看透的5个人性真相，甚至有些可能你已经体会到真相的残酷了。第一个就是有一种人真的特别的贱，你对他越好，他就越伤害你，觉得一切都是理所当然。狗不能喂得太饱，人不能对他太好。第二个，那些结婚的时候图房、图车、图男人赚钱能力的女人，一般过得都还不错，而一心只图爱情的女人，你看最终都得到了什么？我不是说让你有多物质，而是告诉你，再美好的爱情都需要物质做基础。第三个，越是要面子的人，越喜欢讨好外面的人，就越对家人不好。一个人最大的灾难，就是在外面一团和气，回到家里整天暴脾气，垂头丧气。第四个，你得学会放弃过了时的衣服，总打击你的朋友，以及不知道疼你的男人。没用的东西再便宜咱也不买，不爱你的人再寂寞你也不能依赖。第五个，别总给自己找借口，别向生活低头，别总说自己改变不了现实。你身材好，说明你在嘴巴上自律；你气质好，说明你在学习上自律；你脾气好，说明你在情绪上自律。这个世界上没有天生的自律，他们只是想要更好的爱自己而已，懂了吗？我是白成刚，关注我，做个幸福的人。90%女孩在择偶时都会忽视这一点。家里有女儿的父母建议把这个视频收藏起来，一定要转发给在恋爱中或准备恋爱的女儿。很多女孩在找对象的时候就会想，我不需要他有多帅多有钱，只要他对我好就够了。但你要明白，他追你的时候当然会对你好了，不对你好就不正常了。但这种好往往只是一时的激情，他想得到你就会对你百般好，这种好会随着时间慢慢消退的。你仅仅图他的好根本不可靠。一个人的人品、上进心、责任心和遇事有没有担当才是你应该重视的点，他不会随着激情而消失。所以首先要看人品如何，然后最重要的就是上进心。有可能他现在的家庭条件不是那么好，但只要他有上进心就值得托付。第二点就是要看他的原生家庭了，这个千万不要忽视，因为很多过来人会发现，你可能花一辈子的时间都改变不了他的原始性格。我是百成刚，关注我，做个幸福的人。一个小测试就能测出他是不是个合格的好丈夫。我这有10道选题，只要他做到1项就加1分，满分10分，3分合格，5分优秀，看看他会不会得0分。第一，从不跟异性聊暧昧，能主动和异性保持距离，手机随时随地都敢让你看，做到了加1分。2，能够主动或被动的分担家务，并且不抱怨。3，有耐心的看孩子，并经常和孩子互动，陪伴孩子左右。4，吵架的时候能够主动服软，并安抚你的情绪。5，不会嫌弃你、抱怨你、打击你。6，在你和孩子生病的时候能够无微不至的照顾。7，当你提出对他某个行为不满时，会听取你的意见，并愿意做出改变。8，从不和哥们兄弟在外鬼混不回家，会拿出多的时间陪伴家庭。9，当你和婆家有矛盾时，能够第一时间站出来为你说话。10，尊重你的家人，并经常走动，愿意分担你的忧愁。好，现在看一下结果，你的丈夫得了多少分呢？欢迎评论区留言给我。我是百成刚，关注我，做个幸福的人。已婚男人一定要远离这3种异性，否则你会亲手毁了你的婚姻。作为妻子，把这条视频转发给你的老公看，让他明白一定要保持分寸感。第一种，知道你以为人夫还和你搞暧昧的女性。有些男人觉得自己魅力不减当年，还沾沾自喜。你觉得好女人会没有道德底线，主动向你这个已婚老男人倒贴吗？他图什么？要么图你有2钱，要么图你能带给他利益。记住了，外面女人再好，也不如妻子对你死心塌地。第二种就是前任。结了婚的男人和前任最好的关系就是没有关系，联系方式都不应该有，不要让过去的人打扰你现在的生活。第3种就是所谓的好朋友、红颜知己，一旦被老婆发现了，就是纯友谊，我们只是朋友而已，你就别揣着明白装糊涂了。男女之间的纯友谊就是一个打死不说，一个装糊涂。作为丈夫，请你管好自己，给妻子足够的安全感，不要一时鬼迷心窍，葬送了原本幸福的家庭。我是百成刚，关注我，
做个幸福的人。如果你老公在你面前从不愿意低头认错，那这条视频你一定要耐心看完。他不是自尊心强，是他根本没把你放在心上。他不愿意低头哄你，是他根本不害怕失去你。他知道你自己就会给自己找台阶下，即使他不认错，你也一样会原谅他。你看他在外人面前是不是特别和气啊？因为他知道外人不会惯他的臭脾气，但你不一样啊。你爱他，你离不开他，他自然对你不会客气，什么难听的话，吵架的时候都毫不犹豫地刺向你。你和一个根本不爱你的男人比心狠，你怎么比得过呢？所以他从来不会低头认错，理直气壮的和你吵，和你冷战，逼你妥协，因为在他心里错的都是你，他永远是对的。这种男人你遇到了吗？我是百成钢，关注我，做个幸福的人。对妻子抠门的男人，我觉得一辈子都发不了财。有些男人真的很奇怪，明明经济收入也不错，但是对老婆特别抠门，反而对外人特别大方。这类男人就是极度的自私，他只在乎自己的利益和享受，根本不在乎老婆的想法和感受。像这种一心只有自己，没有大局观的男人，你说能有财运吗？其次，如果一个男人他把计较放在了家庭关系里面，那么他就没有心思去思考我要怎么去赚更多的钱。所以对妻子不好的男人，无论是抠门还是计较，都说明了他终将不可能成大事。我是百成钢，关注我，做个幸福的人。夫妻相处久了，全靠良心。婚姻中没有了爱情不可怕，失去了良心才可怕。因为婚姻中不只有爱，还有肝胆相照的义气，不离不弃的默契，以及刻骨铭心的恩情，这些比爱情更重要。所谓长久的婚姻，是能在狂风骤雨里相依为命，也能在鸡毛蒜皮中温情相守。新鲜感褪去，婚姻才刚刚开始，余生还很长，后半场全凭责任和良知。夫妻之间要懂得珍惜彼此的情谊，善待彼此，止于终老。我是百成钢，关注我，做个幸福的人。你就是一个怨妇，男人一生气就这样骂妻子，但你知道他是怎么变成怨妇的吗？家务他干，孩子他带，饭他做，衣服他洗。你呢？白天上班，晚上打游戏，抽个空还要去喝酒，让你看会孩子，不是头痛就是有事儿。没事就上厕所，一上就上个把小时。结婚之后，女人又当爹又当妈，把你说急了，理论不过他了，你就开始冷战不理他，过几天又像没事人一样，以为这件事过去了。我跟你说，就没过去。他的怨气就是这么一点一点积累下来的。你不知道他偷偷流下了多少眼泪，偷偷咽下了多少委屈，熬过了多少个日日夜夜，才被你逼成了怨妇。我是百成钢，关注我，做个幸福的人。女人这一生太难了，娘家让她懂事，婆家让她独立，老公让她持家，孩子让她全能，她把她自己拴在这方寸之间，寸步难行。这些年忍着这个，将就那个，顾及这个，心疼那个，耗尽了自己的一切，可有谁问过她累不累？谁又心疼过她呢？我是百成钢，有什么烦心事可以找我聊一聊。一个女人跟了你这么久，丢了什么，付出了什么，又得到了什么，你比谁都清楚。说亏欠，还是你亏欠她的多。别人笑话她傻，可是你还欺负她傻。所以这种女人最大的不幸啊，就是遇见了你。我是百成钢，有什么烦心事可以找我聊一聊。